无论您是否来过加拿大，是在加拿大生活了几十年的老移民，或者是刚刚登陆的新移民，我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对加拿大的定义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而加拿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那恐怕会有更多的定义。在有的人心中加拿大是一个完美的天堂山美水美，民风淳朴；而在有的人心中加拿大又是一个食之无味的尴尬存在，政府官僚，经济沉闷，生活无趣有的人说加拿大的教育好，孩子在这里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而有的人则认为加拿大的教育太水学校什么都不教，孩子来加拿大就是放弃了大好的前途。有的人移民加拿大之后久久不能够适应，依然怀念着原来的生活；而有的人觉得加拿大哪里都好，中国到处都是问题，哪儿都比不上加拿大。似乎在关于加拿大的任何一个认知领域都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那么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加拿大？加拿大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大伟就来跟您好好的聊一聊。在回答上面的问题之前先插播一个广告。大伟将于2025年的8月份在北京、上海、深圳举办3场线下的见面会，届时将会面对面的分享全球移民形势的最新格局，以及加拿大移民政策、经济社会的深入的一些内幕。另外3D 观众也可以报名预约大伟1小时的面对面的免费咨询，报名方式请见视频下方的简介。其实说到真实的加拿大，我只想说大家的感受都是对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和对世界的感悟都不同，在加拿大所属的环境也不尽相同，所以感受自然是大不一样。但是我想说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又都是不完整的，可以说都是加拿大的一小块碎片，所以每个人说的既对又错。如果您认为一个人眼中的加拿大就是一个完整的拼图，那可能就要误读它了。但是每一种感受和体会又是真实的、有价值的正是许许多多这样的碎片构成了就像马赛克一样的加拿大社会。其实我们很难直接定义加拿大是好是坏，就像定义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一样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即使我自己对加拿大的观察和体验也同样是片面的。虽然我一直立正客观但是无论如何都是带着情绪和主观的评价。所以今天我不去简单的说加拿大是好是坏，只说我眼中的加拿大几个相对客观的事实这几个事实不存在好与坏，就是一个单纯的陈述。第一点在我的眼中，加拿大依然是全世界所有地方当中最适合移民的国家。其实加拿大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恰恰相反你越是了解它，越是会发现它令人抓狂的种种弊端一个在经济活力上被邻居美国甩得越来越远的慢车一个被高昂的房价和物价压得喘不过气的昂贵社会，一个在政府、银行甚至水电维修上都有拖延症的一个低效体系。那么这些问题对于习惯了高效生活的新移民来说是真实痛苦的一个日常。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加拿大是当今世界最适合移民的国家没有之一。您是不是觉得这个结论在经济下行、矛盾加剧的今天听起来有些过于绝对我的理由无关乎福利、教育或者自然风光，我只想谈论一个对移民而言最根本、最核心，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要素——安全。我所说的安全并不是指一个没有犯罪的乌托邦我指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关乎文明底线的身份安全。我回答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外来移民一个与主流文化不同的少数族裔，当你所在的社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动荡的时候你会被当作自己人保护，还是会被当作替罪羊献祭？您千万别以为我是在危言耸听回顾现代史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当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移民和少数族裔往往最先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这并非是遥远的传说在美国排华法案和人头税曾将系统性的歧视写入法典。二战时期日裔被送入集中营，财产被没收。那么这些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些污点。
放眼全球啊，这样的悲剧更是触目惊心。从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对上百万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到二战时期纳粹对600万犹太人的工业化灭绝，从1994年卢旺达图西族人在100日内被屠杀80万人，到东南亚华人所经历的苦难，无论是印尼在1965年和1998年2次排华事件中的大规模杀戮和暴行，还是马来西亚513事件中的种族流血冲突，都深刻揭示了少数族裔在政治动荡中的一个脆弱处境。即使在美国啊，离我们并不遥远的1992年洛杉矶骚乱中呢，韩裔社区就成了被攻击的核心目标。著名的这个屋顶上的韩国人呢，正是他们被迫武装保护自己的一个无奈的写照。或许您会想啊，这些都是历史了，现代社会还会重演吗？5年前呢，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经历了疫情的撕裂、战争的重燃，以及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浪潮的再度兴起，我们必须要承认啊，历史从未远去，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加拿大为什么在移民安全性上可以做到最好呢？我今天不想老调重弹啊，说加拿大建国就是由2个族裔共同组成的啊，多元文化刻在骨子里。咱们今天也不提现代加拿大是如何靠着移民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我今天呢就单说一个事实。根据2021年加拿大的人口普查，在加拿大的第1代移民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23%，而在4年之后的2025年的今天啊，这个比例是肯定要上升到25%以上。也就是说呀，全部的加拿大人口有1/4啊是第1代移民。而在多伦多和温哥华这2个城市啊，我说的是大都市群的概念，那么1代移民的比例都已经达到了50%，卡尔加里呢也是达到了1/3。那么这样的一个比例要远远的超过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而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几乎是相差无几。而对比大洋洲的2个国家呢，加拿大接受移民的速度呢虽然是开始减慢，但是每年近40万的规模依然要大大领先于澳大利亚的18万和新西兰的5到6万。而如果按照加拿大永久居民数量按照每年总人口1%的速度增长，那么只需要再过41年，到2066年，加拿大的第1代移民将占据全部人口的1半以上。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加拿大就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那么除了180万的原住民之外啊，剩下的接近4000万人口，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外来者。但在这其中啊，绝大部分依然是已经在此繁衍数代，并自我认同为主流的加拿大人。然而啊，一个颠覆性的问题正在浮现。那些所谓的新来者，或者说第1代移民，在数量上开始接近或者超越旧主人的时候，那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这背后真正的意义在于啊，当一个国家的少数族裔在人口结构上达到一个临界质量，当他们不再是点缀主流社会中的少数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社会契约、政治逻辑，乃至于国民身份的定义呢，都将被不可逆的重塑。这就不仅仅是一个量变了，而是一个质变。在多伦多，在温哥华，尤其是列治文、万锦这样的城市呢，我们正在亲眼见证这场深刻的变革。那么在这里啊，移民文化不再是被需要包容的亚文化，它本身就是主流文化。移民的生活方式就是这座城市最真实的生活方式。那么春节的张灯结彩，其热闹程度不亚于圣诞节。那么大统华超市的人声鼎沸，早已经取代了本地西人超市的安静。政治家们在竞选的时候呢，必须熟练地使用普通话、粤语、旁遮普语和菲律宾语，否则就等于放弃了整个社区。这呢，就是人口结构性的一个权力的体现。当一个群体占据了城市人口的半壁江山，政客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就不再是考量他们的感受，而是必须要迎合他们的诉求。任何试图煽动排外、鼓吹单一文化优先的言论呢，都会面临最现实的政治报复，因为他们手中的选票呢，足以决定一场选举的最终走向。系统性的排外和歧视呢，会因为触及了太多人的根本利益，而在政治上呢变得不正确，在经济上不划算，在社会上呢不道德。
这种由人口结构形成的防火墙呢，是任何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文和政治家口中的这种美好的承诺呢，都无法逼你的。法律可以被修改，承诺可以被背弃啊，但一个国家的人口构成却是短期之内无法改变的坚如磐石的一个社会现实。这份安全感啊，不是来自于谁的善意或者怜悯，而是来自于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是这里的一部分，我们正在定义这里的集体的存在感。这些呢，就是加拿大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能为移民提供的最核心的、最无可辩驳的一个安全保障。它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全新的国家身份，一个永久的移民国家。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啊，加拿大依然是一个发达国家。我知道啊，此刻很多人就会马上的反驳，加拿大不行了，加拿大正在衰退啊，经济都萧条了。这种声音呢，在最近几年非常的流行，尤其是在经历了高通胀和房地产危机之后，那么这种焦虑呢是非常现实的。但是呢，它有可能混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周期性困境与结构性崩塌。是的，加拿大经济增长乏力，创新能力呢经常被人诟病，生活成本的危机呢也确实在挤压着每个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但是呢，这更像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富裕家庭遇到了暂时的现金流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即将破产需要变卖家产的赤贫之家。我更愿意把加拿大目前的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美国的贸易打击问题，甚至制造业流失的问题呢，都归纳到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困境。那么这些问题并非是无解的啊，更不会永远的存在。而许多经济体所面临的那些人口快速老龄化、自然资源枯竭、地缘政治威胁，甚至宗教、种族矛盾等等等等，那些才是真正没法解决的结构性的问题。另外啊，这也引发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发达？发达国家这4个字啊，对于一个普通的移民，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啊，它并不是指高楼大厦林立啊，不是指日新月异的经济增速，更不是指你能否在这里一夜暴富。它指的是呢3个核心的支柱：坚固的下限、稳定的秩序，以及最重要的文明的韧性。首先啊，是极高的下限，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安全网络。那么这就意味着啊，一个正常的发达国家为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兜底的网络。即使你创业失败、突然失业或者是遭遇重大的疾病，你也不会一夜之间跌入赤贫的深渊。加拿大的全民医保、失业保险、社会福利金以及全民免费公立教育，甚至呢一整套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体系共同构建了这张安全网络。它或许呢效率不高，又或许呢让中产阶级背负了沉重的税负，但是呢它确保了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也能够获得最基本的人的尊严。对于一个背井离乡，在新环境当中从零开始的移民家庭来说呢，这种输得起的底气呢是极为难得的。其次呢是成熟稳定的一个秩序，这也是规则的一种可预测性。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是建立在一整套可预测的成熟的规则之上。您的私有财产呢受到法律的严格的保护，您与他人发生的纠纷有公正的司法系统去解决。您不用担心一个规则的改变就会在一夜之间让你血本无归。那么这种秩序感还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普遍遵守交通规则，习惯排队，对陌生人礼貌谦让，甚至互相帮助。那么这种软环境呢，或许看起来是平淡无奇的，但是它却大大降低了日常生活的摩擦成本和不安全感。对于习惯了在复杂人情社会中博弈的人来说呢，这种简单的可预测的社会秩序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解脱？我要说的发达的第3个定义呢，就是文明的韧性。一个国家真正发达与否最终看的不是其经济增长的峰值有多高，而是其文明的基石有多厚社会的操作系统有多稳定。这才是加拿大最核心的竞争力。你比如说文明的发达它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尽管加拿大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呢，宽容、尊重、多元共存依然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你不用在日常生活中呢时时刻刻的去保持警惕或者戒备，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和善意呢，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底色。
这是一种看不见的，但是时刻能够感受到的一种奢侈。再者啊，就是教育的发达。我们时常批评加拿大的基础教育太水啊，什么都不教，但这其实呢就是一种视角的偏差。在加拿大的教育当中呢，或许在知识灌输的强度上不如东亚，但是呢，它在培养健全的人格、独立思考和创造的能力上呢，是遵循着发达国家普遍的一个逻辑。它致力于培养的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做题的机器。那么这种教育模式上长期的回报啊，是整个社会的创新潜力和公民素质。下面我们再说价值观的发达。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等等的这些价值观呢，听起来虽然陈词滥调，但他们已经内化为整个加拿大社会的底层代码啊。这意味着这个社会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民众有监督和批评的权利。那么这种开放性呢，确保了社会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可以通过内部的调整和博弈来解决矛盾，而不是走向极端和封闭。如果您觉得上面的这些发达的定义呢太过虚无缥缈，那就让我们再回到最物质的层面啊。即使抛开所有的文明和制度的优势不谈，单看上帝赐予加拿大的自然资源，那么这个国家呢也是绝无可能衰退成一个穷国。加拿大是世界面积第2大的国家啊，拥有无与伦比的淡水、森林、耕地和矿产资源。它是全球领先的钾肥、钠、木材出口国，也是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和各类金属生产国。在未来的世界当中啊，无论是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还是关键的矿产供应链，加拿大都是手握着无可替代的一个硬通货。这些资源呢，构成了加拿大国家财富最坚实的压舱石。它可以确保，即使在全球经济的惊涛骇浪中呢，这个国家也将持续拥有足够的资本来维持其高品质的生活和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最后呢，我想说啊，加拿大不是天堂，而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人间。很多人带着对天堂的幻想呢来到这里，然后呢，因为它的不完美而失望。那么也有些人呢是带着偏见，只看到它的沉闷与低效。那么这2种看法啊，都忽略了加拿大最宝贵也是最真实的一面，它的人间的烟火气。烟火气意味着啊，它并不完美。那么这里有着高昂的税收，有着永远都在排队的医疗系统，有官僚低效的政府部门，有没完没了的政治争吵。这里呢，冬天下暴雪会让你寸步难行啊，夏天有蚊虫让你烦躁不安。天堂里没有烦恼，但是加拿大有啊。这些烦恼呢，恰恰是一个真实社会的运转的证明。烟火气呢，也意味着它充满了生活的质感。那么这里呢，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啊，取而代之的呢，是无数的小确幸。周末在后院的烧烤，孩子们的体育比赛，去国家公园露营的篝火，邻里之间简单的问候，社区中心免费的活动，生活的重心啊，从宏大的叙事回归到了具体的日常。对于那些厌倦了内卷和浮躁的人来说呢，这种平淡的有生活质感的无趣呢，或许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终极的奢侈。烟火气呢，更意味着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而非已经完成的社会。我们来到的呢，不是一个已经建好的乌托邦。作为一个移民啊，您带着您的文化、您的食物、您的语言、您的奋斗，成为了塑造这个国家烟火气的一部分。所以啊，如果您问我真的加拿大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会说啊，它并不是一个需要您仰望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堂，而是一个你可以平视的脚踏实地过日子的人间。它有着它的烦恼和不堪啊，但是呢，它更有着它的温情、秩序与包容。而这呢，或许就是一个对普通人而言的最好的选择。但这呢，并不是全部的答案。当我们谈论移民，我们到底在选择什么呢？我想啊，我们并非是在选择一片完美的土地，而是在选择一种时间的质感，一种生活的权利。在一个日益割裂和你争我夺的世界里啊，很多人都被宏大的叙事、剧烈的变革和无尽的竞争所裹挟。人们被迫生活在一种战时的状态里啊，永不停歇地向上攀爬，生怕一不留神就被时代抛下。而加拿大以它的广袤、它的沉稳，甚至它的沉闷，为生活按下了一键慢放。
它用坚固的下限和稳定的秩序，屏蔽了那些最极端的生存风险和最耗费心神的社会博弈。这片土地最大的奢侈呢，是它赋予了人一种回归普通的自由。您可以不必成为人中龙凤啊，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可以心安理得的去经营一份平庸但充满尊严的人生，去专注您的家庭，去探索您的爱好，去感受四季的流转，去享受那些被许多人忽略的生命中最本真的人间烟火。因此啊，移民加拿大的终极意义，或许不是为了抵达一个梦想中的天堂，而是为了找回一个人原本的自己。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